大频道一大集，阳平郡是韩国京畿道最东边的一个郡。32年前，这里发生过一起让全韩愤怒的事件，但时间久远呢，包括现在很多韩国的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存在，甚至随着时间流逝也被很多老人遗忘。尽管呢各种影像资料匮乏，我还是整理了一下。这个案件也很有那个年代的犯罪特点啊。今天就带你回忆韩国阳平郡活埋事件，把时间拉回到32年前。1990年11月11日下午1点半左右，韩国京畿道阳平郡丹岳面山邑的一处溪谷，有几名犯罪嫌疑人在指认现场。警察、记者、受害人遗属和周围居民大约200多人都围在这里。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即便是白天也很少有人会走到这里。根据嫌疑人的陈述，警方小心挖开附近的泥土，扒开石头，最终在下面发现了多具遗体。受害者们的手脚都被绳子绑住了，嘴也被堵住，被分开在2个地方掩埋仔细查看遗体，死者的头部和面部都受伤严重，胫骨骨折，最终惨遭不幸。其中呢，有一具遗体的手被绑在后面，蜷缩的坐着这是一名6岁的女孩。有2名老人，1名中年男性，1个女孩，一共4人。做过几十年现场调查的警察看到这个情景也十分震惊，一时语塞，只有愤怒和咒骂。更令人震惊的是，尸检结果当中发现，所有遗体气管、呼吸道都有尘土，而这个结果说明凶手在埋土的时候，他们还想要呼吸，也就是说，这一家人是被活埋的。在案发的前2天呢，这4人正要去参加亲戚的生日宴，再次被世人知道踪迹，就是在这里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个案件就是32年前震惊韩国的阳平郡活埋杀人事件。一家4口人被杀，犯下滔天罪行的是一个团伙彼此是朋友关系，就是尹永弼、吴泰焕、李成俊以及李成俊的恋人21岁的申惠淑。正如开篇所见到的，警方在他们的指认下寻找遗体，说明案件告破，嫌疑人也已经被逮捕结案。案件是由3名男子策划，他们都没有正当职业，生活在仁川，也都有各种犯罪前科。去监狱就像回自己家一样进进出出很多次。尹永弼和吴泰焕2人是中学时期的同学，虽然他们年龄还小，但每天在外面游荡鬼混，过着放荡的生活。案发前几个月，吴泰焕给尹永弼也介绍了自己认识的李成俊，几人臭味相投。他们平时经常聚在一起吸食违禁品偷盗或者是抢劫。因为多次伤害他人被警方处理但很显然这并无法让他们改过自新。那犯罪的原因呢，就是钱，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但对于他们来说问题不大，只要能抢到别人的钱就可以，得到一笔钱，然后就去尽情享乐，挥霍一空。然后他们就会继续犯罪，但是不会选择在自己的城市。李成俊提议远征犯罪。1990年10月28日，他们租用了一辆轿车，用半天时间横穿韩国，开到了江陵市的镜浦台。在这次犯罪旅途中，李成俊的恋人申惠淑也一起同行。这4人到了镜浦台后呢，先在一家旅馆住下1夜过后，第2天开始寻找作案目标。10月29日晚上7点半左右，他们看到了来镜浦台旅行的一对22岁的新婚夫妻，正在景区拍照他们走过去，掏出刀威胁了2人，并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绑住他们的手脚，把那名男子放到他们租来车的后备箱里，控制住女子后，同时也开走了他们的汽车。2车前往距离10公里外的野山上，他们抢走了这对夫妻约260多万韩元的现金和支票。结婚的配饰还抢走了他们的轿车，总共约800万韩元的财物。最后是把他们绑在一棵松树上逃走了这就是他们4人第一次共同犯罪。那事后也进行了分赃，然后离开了镜浦台，再次返回了仁川。他们为了庆祝犯罪成功，一直喝酒到凌晨。那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喝酒玩乐他们第一次远征犯罪呢，一切顺利。当然，那对年轻夫妻也向江陵市警局报案了虽然警方呢展开了调查，但是没有任何的线索。在江陵作案的2天之后，他们中间的李成俊和女友申惠淑在仁川市内开着抢来的汽车在街上兜风，那车技太差，在十字路口违章后发生了交通事故。2人心知肚明这是一辆赃车，所以很纠结。首先是根本就没有钱去赔偿对方，如果再叫警察来处理事故的话，就完蛋了。于是2个人决定从事故现场逃跑。和他们发生碰撞的车主很愤怒，在后面追赶。然后李成俊呢，果断亮出了刀，威胁对方。当事人很迷惑一个交通肇事你至于到这种程度吗？
啊。最终因为忌惮于这种穷凶极恶吧，就是让他们跑了。警方到了现场之后呢，在他们扔下的这辆车里，发现了申慧书名下的存折和一把瓦斯枪啊。根据调查发现，申慧书并不是车主。结合事后的那种反常的举动，于是判断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交通肇事。同时呢，因为车辆肇事后逃逸，这4人也意识到有麻烦了。为了躲避追捕，他们决定暂时分开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再见。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普及监控探头警方仅是凭借当事人的口供画的虚拟画像进行调查，所以一时间就根本没有任何头绪。如果真的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躲上一段时间，还真的很难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无奈之处刑侦手段落后的客观因素摆在那里导致案件进展十分缓慢。但是他们4人很快又聚在了一起，原因很简单，就是从那对新婚夫妇手里抢来的钱呢，全都花完了。那刚刚分开1周他们又在安阳市的一家酒店见面，对现在被警方追捕的处境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如今这么被动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放过了那对夫妇。得出结论，为了今后能完美犯罪、完美脱身，在案发之后一定要无条件杀掉作案对象。之后他们离开酒店呢，又租了一辆轿车，但是发现呢，租车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会留下记录，警方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追踪这辆轿车轻而易举的掌握到他们的移动路线。必须为了达到犯罪目的而做足准备。办法就是开到全国多地偷走别人的车牌，并在这个过程中随时更换车牌号，认为可以有效躲避追踪之后呢，开始寻找作案地点。1990年11月9日，他们在开车途中发现一个很适合作案的地方，就是位于京畿道阳平郡偏僻的6号国道。一辆车在国道上正常行驶，目的地是江原道平昌郡。车里的4人正要去参加亲戚的生日宴，驾驶人54岁的刘某和他84岁的母亲、74岁的姨妈，还有姨妈6岁的外孙女。不知不觉中有一辆车已经跟在他们后面很久，后面车里的正是远征到此的恶魔们。一直等到周围没有车之后呢，4人开车将一家人的车子逼停，一边是3名年轻男性，一边是2个老人和一个50多岁男性，所以控制住受害人并不难。那名6岁的女孩由申慧书抱在怀里，他们用凶器威胁了一家人之后，对他们进行了殴打，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绑住了他们的手脚，并堵住他们的嘴，依然将4人分开坐在2辆车上，到了一处僻静的地点停车，抢走了受害人20万元的现金，之后就把他们一直控制在车里。当天晚上，他们去了曾经住过的旅馆，说要去父亲的墓地，向老板借了2把铁锹，转而就去了距离绑架地点27公里外的阳平郡的一个溪谷，将4名受害人全都从悬崖上推了下去，导致所有人摔伤休克昏迷。然后到悬崖下面开始挖坑，将所有受害人埋掉。一家4人全都是还在有气息的情况下被活埋。那凶手说，当时6岁的孩子哭着祈求他们，但是他们依旧没有收手，因为怕自己犹豫不决，所以在挖坑前呢都吸食了违禁品，精神亢奋，完全失去了怜悯之心和最基本的人性。那事发之后，这4人去了安阳市，若无其事的在吴太焕一个朋友家里喝酒，住了1天。受害人的亲属们进行了失踪报案。那这时候，警方在对新婚夫妻被抢车辆的通缉有了进展了，发现在仁川肇事的车就是那辆被抢的汽车。那么因为交通事故逃逸而被通缉的申慧书和她男友自然就成为了江陵新婚夫妻抢劫案的重要嫌疑人。也在首尔的一家酒吧发现了被抢走的支票。那酒吧里服务员回忆，当时来喝酒的不止4人，他听到几个人的聊天，一伙人中呢有一个人名叫李成俊。那当时李成俊已经有过8次犯罪前科了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档案。那经过交通事故现场司机的指认，那李成俊和申慧书就是逃逸的当事人，2人的身份已经确认，还有2名共犯男子继续对共犯展开追踪，
还是在出了交通事故的那辆车里啊，那把瓦斯枪。那警方以这个瓦斯枪为线索，走访调查了仁川市内所有的瓦斯枪售卖点啊，并据此确定了尹永碧的身份信息。1990年11月10日，申慧淑的朋友联系到警方，说和他们4人在首尔酒吧喝过酒。申慧淑又联系自己说，今天要带着自己一起远征。这个朋友觉得申慧淑的行为有点奇怪啊，马上联系警察，警方也由此确定了吴泰焕的身份。那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让这个朋友答应赴约。那告知了见面地点是吴泰焕情人家附近的一个酒店。警方马上部署力量在附近进行埋伏。当这些人全部出现之后，警方马上就开始抓捕啊，但嫌疑人全都四散奔逃啊。通过几次实弹射击，成功逮捕了吴泰焕和申慧淑，但其他2人啊受到枪伤后呢，还是逃跑了。那很快在当天晚上8点半，受伤跑到朋友家的尹永碧被捕。李成俊呢，因为当时受到严重的枪伤，第2天上午被发现了躺在一处屋顶，失血过多，已经死亡。1人死亡，3人归案，但是调查组发现了可怕的情况，在他们开的那辆车后备箱发现了沾满泥土的铁锹和绳子，于是对他们进行了讯问。相信很多人都看过90年代韩国警方那种激烈的讯问方式啊，对于有些人来说确实很奏效，他们坦白了在京畿道阳平郡犯下活埋一家人的犯罪事实。1990年12月4日，这是当时对3人审判的照片。他们在庭上陈述因为需要钱进行了作案。对于杀害一家人的原因是为了除掉证据，因为没有除掉那对新婚夫妻才导致被警方追踪调查，感到非常恼火所以想制造完美犯罪，就只能灭口在法庭的警察、记者，很多人都十分无语。而他们在阳平活埋了一家人，也只是从受害者身上抢走了20万韩元。凶手一伙人当中的尹永碧有一个4岁的女儿，吴泰焕也有2个儿子。那不知道他们当时面对那个孩子是怎么忍心下手的。那当庭就有了判决结果，尹永碧和吴泰焕被判处死刑，分别在1992年和1994年被执行死刑。当时参与作案的申慧淑被认定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监狱服刑8年之后被假释。但是2002年夏天因身患癌症，在33岁病逝。在案发1个月之后就很快开庭并结案，那国民对此也感到满意。但是这个案件也存在问题就是当时作为犯罪嫌疑人，他们竟然没有辩护律师。根据韩国法律没有律师是不能开庭的，但是法院却并没有太过在意，仅在检方的审问下就很快的结束了审判。即便原因是因为案件本身已经十分清晰，但实际上追求正义的过程是有争议的，或者可以说是违法的、无效的。从程序上来讲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审判。所以吴泰焕在被宣判死刑之后呢，也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临刑之前还说这不公平。但是之后却并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这个事情之所以能这么迅速，那并且不计后果，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比较特殊。之前我们有讲过1986年韩国首尔黑帮火拼的事件，从那个时候开始，韩国时任总统卢泰愚就发表宣言和犯罪做斗争。之后的几年，对于黑帮和犯罪展开了历史上最强的打击。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案件呢必须迅速有力的被解决，哪怕在过程中忽视了嫌疑人被赋予的基本权利。而且国民和社会对这个案件充满了愤怒，所以就算这么做，也不会有人认为有问题换到当今这个社会，是无法理解这样的审判程序的。但是在那个特定时期，总统的命令就是司法部门的信条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过程还需要重新审视。当时办案的警方都得到了嘉奖和晋升，距离现在也已经是32年。那个时期的刑侦技术确实相对落后，所以像这起案件4人那么粗暴鲁莽的举动都要去标榜一下完美犯罪。可实际上限于当时的条件，在现在看来很容易追踪的轨迹那时候就是无迹可寻。所以在那个年代也有很多悬案，有时候并不是手段多么高明，真的就是警方的条件有限。所以能侦破一起大案是要付出多倍的努力。
那对比曾经和现在的侦破流程啊，就能看到很大的区别。曾经是在现场挖掘细节啊，进行分析推理、心理侧写、虚拟画像，然后追踪轨迹，最后看到凶手，所以就有了类似这种抽丝剥茧的过程。但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啊，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看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和样貌，甚至还能参与到很多事件的推理中去。这个领域中呢，科技的进步会很大提升办案的效率，结果就是悬案呢越来越少，真相不再被掩埋。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